普京会动用核武器去保卫他们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吗？恐怕还真不会，也不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普京发布了针对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的局部动员令，计划扩大征召30万预备役人员。普京还表示支持乌克兰俄控区4地的入俄公投，提到了将会使用一切手段来保护俄罗斯的领土。因此，有人认为，在乌克兰包括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州，在俄罗斯组织下完成入俄公投后，普京将使用核武器来阻止乌军的进攻，而北约和美国也将会因为俄罗斯的核威胁而逼迫乌克兰走上谈判桌。这是一场即将结束的游戏。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核武器可不是一种能够随便使用的武器。如果俄罗斯真的在乌克兰的领土上使用了核武器，必然会引发全世界的反弹。从根源上讲，俄罗斯发出的核威慑并不是针对乌克兰，而是针对美西国家的。那么，俄罗斯是否真的有可能像某些西方专家所评述的那样，为了保住俄军占领的这4个乌克兰的州而动用核武器呢？这种可能性极小。现在除了梅德韦杰夫说过可能动用核弹以外，普京的讲话还真不能当成是使用核武器的信号。我们有必要再看一下俄罗斯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在核威慑领域的国家政策原则，从而确认其一系列核武器使用的选择和战略。俄罗斯的核战略由一个简短的6页声明所组成，该政策在关键因素上故意模棱两可，但是也并非无法看清其真正的目的。大部分专家认为，俄罗斯国防机构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威慑体系和连贯的升级管理战略，整合了常规、战略和非战略核武器。俄罗斯对核威慑和核威慑升级管理的思考是数十年研究的结果。了解俄罗斯军事战略，就必须了解冲突的类型，因为根据他们所讨论的战争类型，会采用不同的工具、手段或威胁方式。俄罗斯军事学说将冲突类型分为武装冲突、局部战争、区域战争和大规模战争。核战争被想象为大规模的核打击或战略核报复，在受到核攻击后进行报复。在这方面，俄罗斯的核战略并没有特别的争议，近年来也没有改变。事实上，俄罗斯的大多数官方声明和普京的评论都试图只谈论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态势，而回避核武器的使用和作用。现在要考虑的主要适用冲突原型包括局部战争，通常是2个国家之间的有限冲突，类似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或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冲突。区域战争涉及到联军规模的作战，是俄罗斯北约可能冲突的最小版本。而大规模战争，这是涉及多个战区和地区的联盟和大国之间的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根本就没有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在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中，作战与威慑是不同的，这种差异非常重要，以至于在俄罗斯的军事思想中，作战部队在功能上被分为通用和战略威慑2类。俄罗斯的军事分析家认为，防御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地区或大规模战争中成本过高。俄罗斯军方试图通过核威慑阻止美国在战争初期取得快速或轻松的胜利的可能。俄军将非核威慑与核威慑相结合的战略也是无奈之举。美国可以利用常规作战能力对俄罗斯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并利用精确制导武器取得早期战争的胜利。这导致俄罗斯军方寻求建立多级威慑阶梯的方式和手段，并在常规和核选择方面具有灵活性。常规部队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俄罗斯对核武器在更高冲突阶段的门槛。俄罗斯的策略分为以下2个阶段：诱导恐惧的威慑原则和通过有限使用武力的威慑
逐步造成损害。诱导恐惧的威慑通过示范行为来发挥作用。在和平时期或被认为存在军事威胁的时候，这些行为表明俄军有能力和决心对对手至关重要的目标造成损害。通过有限使用武力的方式进行威慑、摧毁或破坏与经济或军事相关的至关重要的目标，但这种行动不会选择那些导致平民生命损伤或导致风险意外升级的目标。如果战争升到最高等级仍然无法得到控制，那么则有可能会大规模使用核能力进行作战和报复。一般来说，俄罗斯军方认为战争升级的管控不到位，可能就会导致更大规模的使用核武器。从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中可以看出来，有限打击的目的就是要震慑对手，让对手意识到他们将会为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付出经济、政治和军事代价，而核威慑就是这种军事手段之一。可见，俄罗斯无意全面用常规力量来取代核武器。在不断升级的冲突中，没有多少精确制导武器会导致俄罗斯军队放弃战术核武器和使用核武器。从俄罗斯的军事战略思想中可以看出，俄军将常规能力和核能力视为其威慑概念的互补，因此军事威慑涵盖的是两个方面：常规武力威慑和核威慑。原则上，俄罗斯的领导层确实认为核武器的使用是防御性的，是在紧急情况下被迫使用的，并且是在地区或大规模冲突的背景下使用的。尽管一些边缘声音一直呼吁俄罗斯尽早使用核武器，但俄罗斯高层的共识是，在战争初期使用核武器进行胁迫的尝试是不可取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在其国家受到安全威胁的时候，也会向其对手传达核威胁的信号。这给人一种印象，即该国在核武器的使用方面的想法要比实际情况宽松得多。俄罗斯和战略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并没有在乌克兰使用核弹的可能性，因为乌克兰不可能与俄罗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充其量也就是这个局部冲突，而且冲突呢又是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进行的，这与俄罗斯与美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综上所述，俄罗斯最近所发出的核威慑，可以说主要针对的不是乌克兰，而是美国。因此，拜登才急着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该问题来指责俄罗斯。俄罗斯高层最近发出的核威慑，它的指向还是很明确的。真正就这个问题跳得最高的不是泽连斯基，而是拜登。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